婉儿，救我！我腿被压断了。水还没漫过你，先等一下。表哥，你怎么样？表妹，我好怕水，我快喘不上气了。婉儿，救我！把柜子抬起来一点就行。金爵，你忍一忍，你水性好，在海里泡一会儿死不了。我腿断了，我怎么游？这里可是深海。我先带他上岸，等会儿叫人来捞你。沈清觉，你是丈夫又如何？他还是选择了我。这6年来，我九死一生替你撑起苏家，可到头来，你的心里竟然只有他。好恨啊！如果有来生，姑爷，跟姑爷！姑爷，您梦魇了，府尹大人还等着呢。我这是重生了，回到签入赘契书这天。姑爷，快按手印吧，盖了这张，以后您就是苏家当家人了。大小姐在府里可盼着呢。前世我按下手印后，彻底成了苏家的奴隶。我赚的每一分钱，都被他拿去养江玉白。顺叔，这契约我不签了。沈清觉，你疯了！这契书可是你求了3天才求来的。我沈清觉拿命赚来的家产，白术给你们苏家，我看是你疯了吧？这赘婿我不当了，谁爱伺候谁伺候。前世我用尽全力都没捂热他的心，这辈子我只为自己而活。大小姐，算算时辰，姑爷应该盖完印了。12间铺子一并进来，咱们苏家可就翻身了。他一个商贾，能为苏家效来是他的福分。若不是为了苏家产业，我都不愿多看他一眼。表妹，他毕竟是个粗人，能娶到表妹，已是他8辈子修来的造化。表妹，这枚平安扣，你若是给了我，那京剧兄怎么办？他赌什么玉？昨夜大夫说你心静，这护心扣你带着压压惊。姑爷回来了。总妾盖完章了。没盖。是府尹大人不在罢了，明日再去跑一趟便是。是不盖了，铺子还是我沈清觉的。清觉兄弟，你莫要生表妹的气。昨夜我病情加重，表妹为了照顾我陪了半宿。你怎么能把我求来的平安扣给他？你是不是心仪他？满心龌龊，有辱斯文。我和表哥乃是高山流水遇知音。你看什么？表哥受了风寒，我把平安扣借他带2天压惊，怎么了？那是条人命，你一个大男人还要跟病人计较？不计较，一块破石头而已，他喜欢戴就戴着吧。你今天到底吃错了什么药？阴阳怪气的摆脸色给谁看？没什么，我累了，你们继续。站住！我不管你在发什么邪火。7日后，表哥要在太白楼办诗会，明日一早去账房支500两，亲自送去太白楼，把定金结了。听见没有？没钱。沈清觉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故意拿断银子威胁我？买古籍，办诗会，熬燕窝，苏家宫中的账本早就空了。要钱你自己想办法，以后这种破事少来烦我。反了他了！一个倒插门，竟敢给我脸色看！大小姐息怒，姑爷肯定是因为平安扣吃醋了。他是欲擒故纵，逼您低头呢。哼，欲擒故纵，他以为离了他，我苏家就转不动了？晾他几天，不出1日，他就会捧着银子来认错。他一个倒插门赘婿，离了我苏家，还能去哪儿？认错？7天后，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家破人亡。
来人，东家，把这7封信连夜送给江南7道的掌柜，告诉他们，立刻切断苏家所有商铺的货源。是。7日之内，我要苏家名下的产业连一根沙都卖不出去。是。东家，我密令中交代的事，办得如何了？回东家，苏家所有商铺的货源，今夜已全部切断。江南司职总局那边只认您沈东家的私人印证，没有您点头，苏家铺子连一根沙都进不到。米粮行这边也妥了，如今苏家的粮铺就剩下一堆空麻袋了，钱庄的头子也全部抽走了。苏家账上还有几笔大额货款即将到期，东家只需发话，不出3日，苏家便会彻底垮掉。很好，一切照旧，铺子门照开，伙计照常上工。我要让苏婉儿在美梦里睡到太白楼诗会那天。东家放心，保准办得滴水不漏。这些年您为了苏家险些搭上命，如今这般釜底抽薪，您舍得吗？上辈子我对他掏心掏肺，可我明明在他眼里却比不上江玉白1分。既然他们觉得我不配，那我就把属于我的全部拿回来。表哥，你怎么了？无妨，只是看着这本孤本广陵词，一时有些情难自重罢了。表哥若是喜欢这书，我买下来送你便是。不可不可，表妹有所不知，这广陵词乃是前朝绝版，昨日古董行的老板开价，足足要500两白银。我一个穷酸书生，能看上一眼已是奢望，哪配拥有这等绝世之物？500两算什么？你且等着，我这就去账房支银子。表妹，你对我如此情深意重。高山流水，知己难觅，你我之间何须言谢？你先歇着，我去就回。老周，支500两现银，要快。表哥还等着要那本古籍呢。哎呦，我的大小姐啊，别说500两了，现在宫中账上连50两都拿不出来了。你说什么胡话？我苏家12间铺子日进斗金，你敢说连500两都没有？大小姐，您自己看账本啊，这个月表少爷要吃100年老参，花了2000两。前几日给表少爷定制蜀锦长袍，又去了800两。还有7天后太白楼诗会的定金，再加上这几天各个铺子都没把进项交上来，账上现在只剩下8两银子了。8两？那铺子里的钱呢？沈金觉死哪儿去了？没钱了，他不知道去补吗？姑爷昨日传下话来，说他以后不管账了，让您自己想办法。好一个沈金觉，他这是在跟我示威呢。走，去偏院。沈金生，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招？我去账房之前，老周说账上只有8两银子，你把苏家的钱都藏哪儿去了？为了逼我低头，你居然玩这种手段！苏大小姐，苏家的钱藏哪儿了？你不该问我，你应该去问问你那位好表哥。你什么意思？少往表哥身上泼脏水！泼脏水？看看清楚，这是过去半年你亲自批袋子去账房支的钱。上等血液每月300两，文房四宝每月200两。你表哥嫌床榻硬，换8步床2500两。
你们看不上我，但是花起我的钱来却是毫不心软呢。你这是在跟本小姐算账！沈惊觉，你不过是苏家赘婿，吃穿全靠苏家，赚钱本就是分内事。表哥满腹才学，哪是你这唯利是图的闲人可比？读书人花点钱财，有何不可？好啊，那你养。沈惊觉，你到底给不给钱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就是因为昨天我把你送我的平安扣给了表哥，你心里不高兴了，想逼我去求你。苏婉儿，你未免太看得起你自己了。我不给钱，是因为苏家已经没钱了。从今往后，你休想再从我这里拿走一文铜榜。你，翠儿，奴婢在，回房，把我那套红宝石拿出来，还有那对帝王绿的镯子，全拿去当铺。我苏家大小姐砸锅卖铁，也不会短了表哥的钱。慢走不送，当铺出门左拐不谢。沈惊觉，你给我等着，你别后悔！变卖嫁妆，这才哪到哪？7天后的账单，我看你拿什么去当？当了。掌柜说急出手压了价，一共只换了800两现银。立刻给表哥送去，把那本广灵词买回来。大小姐，真要给表小姐吗？咱们院里的账上已经1分钱都没了，要是姑爷真不给钱，下半月伙食费都没着落了。怕什么？沈惊杰还能饿死我吗？不出3天，他一定捧着银子跪在我的院门外，求我原谅他。他那种人，骨子里就离不开我。大小姐说的是，姑爷对您那可是死心塌地，奴婢这就把钱给表少爷送去，让他高兴高兴。去吧，顺便告诉表哥，太白楼的诗会照办，排场必须是全兰陵最大的。我要让沈惊觉看看，离了他的臭钱，我苏婉儿一样能办成事。沈老板好狠的手段，不过区区3日，名震江南的苏家商号竟被你抽成了一具烂透了的空壳。严家主深夜相邀，总不是来替苏家打抱不平的吧？明不说暗话，江南7道的漕运暗线，要不要一起做？可以，但是我要严家主在江南1/3的盘口，如何？好。苏婉儿那个女人真是瞎了眼，竟把你这等翻云覆雨的真龙当泥鳅踩。沈兄，1/3的盘口太委屈你了。你若肯与我严家联手，我愿以严家副家主之位代之。我要的是天下第1赏。成交。以茶代酒，祝沈兄早日脱离苦海。你说什么？2000两！大小姐，太白楼的掌柜说，表少爷订的不仅是天字1号房，还要了皇上的曲水宴。伺候的酒娘都是金陵城最红的清贫人，这杂七杂八加起来定金就要2000两白银。我前天不是让你当了头面，拿回来800两吗？800两，500两给表少爷买了那本孤本广灵词，剩下的300两，表少爷说要去见江南大儒，得置办几身像样的蜀锦行头，已经1分不剩了。去偏院找沈惊觉，去问药。奴婢去了，可偏院的门锁得死死的，姑爷连见都不见，只让手下传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姑爷说苏家账上没钱，大小姐要是实在揭不开锅，就去街上要饭。放肆！好一个沈惊觉，他还真端起架子来了。他越是不给，我越要办得风风光光。我要让他看看，我苏婉儿不是非他不可。可是大小姐，咱们去哪儿挣2000两啊？苏大小姐若是手头紧，小的倒是有个解燃眉之急的法子。孙老大，大小姐金安，听说大小姐为了表少爷的诗会，正在4处筹钱。我这儿刚好有现成的3000两，利息嘛，好说9出13归，只要大小姐按个手印儿，这钱您立刻拿走。大小姐，使不得，这银子钱利滚利，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。
你懂什么？滚开！你倒是个消息灵通的，不过区区3000两，我苏家12间铺子日进斗金，还怕还不上你这点钱？是，谁不知道苏家的商铺是个聚宝棚啊？只是按规矩得拿您名下的一间铺子做个抵押。拿去。借高利贷又如何？沈金爵那个贱骨头，爱我爱得连命都可以不要。他现在不过是在气头上，等过几天他脾气下去了，这笔烂账，他还不是得乖乖滚过来替我平了？表哥今日真是风神俊朗，犹如谪仙下凡。表妹，这诗会耗资甚巨，金爵兄弟他真的不会生气吗？若是为了我伤了你们夫妻和气，我宁可不办了。他敢！晾了他7天，他那脾气也该发完了。表哥今日只管在太白楼大展宏图，结账的时候他自会乖乖拿着银票滚过来付钱，给我磕头认错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东家，时辰到了，走吧，去太白楼送他们上路。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好一句千古绝唱，江南第一才子，非江兄莫双。诸位密赞了，些许着作，不足挂齿。表哥，你快坐下，当心风寒。苏大小姐，江公子，诗会已近尾声，您看这账一共多少？回大小姐，一共是3200两白银，抹个零，3000两。3000两，这可是普通人家10辈子都赚不到的巨款。去门口看看，沈金爵怎么还没来？大小姐，还没瞧见姑爷的人影呢。大小姐，这账急什么？我苏家家大业大，还能欠你这顿饭钱不成？这苏家赘婿还真是个听话的钱担子啊！表妹，让金爵兄弟如此破费，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要不我把身上这块玉佩当了吧？表哥说什么胡话？这平安扣是给你押金保命的，千金不换。沈金爵，你怎么才来？让这么多人等你一个，你懂不懂规矩？还不快把银票拿给掌柜结账！你发什么疯？银票呢？赶紧拿出来！银票没有。这是什么？铺子的钥匙？你拿这些东西来干什么？这是苏家名下江南12间商铺的清算账本和全部的对牌钥匙。从今天起，这些烂摊子，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你苏家。沈金爵，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？今天是表哥的好日子，你少在这里胡闹！胡闹？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你要和我和离？沈金爵，你疯了不成？你一个孤儿，离了我苏家连条狗都不如，你有什么资格提和离？就凭这些年，是我沈金爵像狗一样养活了你们这群不知好歹的白眼狼。金爵兄弟，你千万别冲动，我知道你是嫌我今日花了钱，你若是心疼银子，我江某人这就走，绝不拖累你们夫妻和气。表哥，沈金爵，你看看你把表哥逼成什么样了！你赶紧把和离书收回去，去给掌柜付钱，我就当今天的事儿没发生过。哼，付钱？金爵兄弟，你想干什么？沈金爵，你干什么？那是表哥的保命符！我拿命求来的平安，不保佑靠女人养的废物！不要！我的玉，我的平安扣，那可是能换几千两银子的宝贝啊！沈金爵，你简直是个疯子！你不仅侮辱表哥，还砸了他的平安扣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你的知音，以后你自己拿命去养。这赘婿我不当了，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你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沈金爵，你今天要是敢跨出这个门，以后就算你跪着求我，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再进苏家的大门半步！
这我没看错吧？这赘婿居然休了苏大小姐，苏家不是真的没钱了吧？苏大小姐，该结账了。老周没送钱来吗？翠儿，你回府去库房里拿。刘掌柜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怕我苏家赖账？苏大小姐，你今天若是拿不出3000两银子，你和这位江公儿谁也别想画出太白楼半步。你放肆！诸位才子，今日我出来的急，没带够银票，不知哪位能先借我3000两？明日我苏府定当双倍奉还。哎呀，我今日出门也没带钱，我家中有急事，先走一步了。表妹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大小姐，老奴带银票来了。放行，苏大小姐，慢走不送啊。表哥，我们走。顺叔，你死哪儿去了？怎么现在才来？你知不知道我哥跟表哥在这里受了多大的屈辱？大小姐呀，府里连10两银子都凑不出，老奴是去当了老太爷的玉观音才凑够的呀。当了就当了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等过2天沈金爵气消了，让他拿钱去当铺赎回来就是了。大小姐，姑爷他好像是真的铁了心要走啊。哼，走？他能走到哪儿去？他今天不过是虚张声势，想逼我服软罢了。我绝不可能向他低头。表妹，精绝兄弟今日实在是太过分了，怎能当众让你下不来台？表哥放心，这笔账我记下了，等他回来求我，定要他给你磕头赔罪。只是我那护心平安剑，那可是极品好玉，拿去卖少说能换2000两。哼，一块破石头砸了就砸了，等风头过了，我让他再去给你求一块更好的。还钱，苏家还钱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再不还钱，我们就团东上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不走了？吵什么？全给我闭嘴！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来我苏府门前闹事？苏大小姐回来了，抓住别让她跑了！让她跑了！孙老大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借你的钱期限是1个月，这才过去几天。什么意思？苏大小姐，你敢拿个空壳子糊弄老子，当老子是吃素的？不可能，铺子昨天还在进货。我是城南制造局的，你们苏家欠的布匹尾款一共23000两，我是米行的，18000两，我是米行的，欠陈粮款18000两。你们疯了！买卖一直都是沈金爵在管，找他呀，找我干什么？沈老板已放话江南商会，他已与你和离，苏家的烂账他一文都不会背。白纸黑字，拿不出银子，今晚这苏府的宅子我们就收了抵债。表哥，你帮我说句话啊！老周，账房老周死哪儿去了？大小姐，完了，全完了！哭什么？去把库房里的存货清点出来，先堵住他们的嘴啊！没有存货了，姑爷把核心掌柜全带走了，商铺进货渠道全断了。这不可能！我苏家12间商铺，怎么可能说摆就垮？大小姐醒醒吧，那12间商铺早就年年亏空了，老太爷走后，苏家买卖早就烂透了。你说什么？这5年全是姑爷拿他拼命赚的私房钱，死倒贴苏家亏空啊！买孤本、办诗会、买人参，这全都是姑爷在外面低三下四跟人拼命换回来的血汗钱啊！现在姑爷把钱抽走，苏家早就只剩下一堆还不清的阎王债了。不，你在骗我！他一个下界的商贾，怎么可能有那么大本事？这是他联合你们骗我的，对不对？大小姐，事到如今，我们还骗您干什么？苏婉儿，少废话！今天要么拿10万两白银出来凭账，要么就把这苏家的大宅子给老子腾出来！
你们敢？这是我苏家的祖宅，我看你们谁敢动！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砸！住手！你们这群强盗，住手啊！表哥，你救救我！表妹，这都是苏家的债，我一个外人实在是无能为力啊！你说什么？表妹，你先顶着，我去报官。表哥，江玉白，你回来！大小姐，孙老大发话了，要是3天内拿不出3000两，就要把您卖个自抵债啊！别哭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我还有表哥表少爷，他刚才跑得比谁都快，你不懂。他那是去报官求救，他身上有那本广陵词，只要他肯当了，至少能凑够利息保平安。扶我起来，去城西的破庙，表哥遇到难处，必定会去那里落脚。表哥，你来干什么？你不是被要债的围住了吗？你把他们引到我这里来了。表哥，你没去报官？报什么官？这是你苏家欠的烂债，凭什么要把我牵扯进去？你离我远点，别把你身上的晦气过给我。表哥，你可知孙老大要逼良为娼，我走投无路了，算我求你，你把这本广陵词当了吧，只要500两就能救我的命了。休想！表哥，你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废物！这是我的书，你让我堂堂江南大才子去当铺那种下贱地方当，你当我的文人风骨是什么？文人风骨？江玉白，你身上穿的每一根丝线，你读的每一个字，全是我苏家的钱，是我拿苏家商铺抵押借来的高人地买给你的。那又怎样？那是你自愿给我的，你贪图我的才华，非要倒贴我，关我什么事？你无耻！我无耻？苏婉儿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不过就是个满身铜臭的商贾之女，你以为你配得上我吗？要不是为了能不花钱吃好喝好，你以为我愿意天天对你吟诗作对？现在苏家倒了，沈惊觉也不要你了，你就是个一文不值的丧门星，我还留着你过年吗？我拿命求来的平安扣，不保佑一个需要靠女人养的废物。原来他早就看透了。还给我！把卖书的钱还给我！疯女人，你给我松口！不要！那是我的救命钱！到底是苏家大小姐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有了这2只金钗，足够本萧长去杭州重新攀个富家千金了。多谢表妹的盘缠了。至于你那3000两高利贷，你就自己去窑子里慢慢还吧。江玉白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！你回来，大小姐。娘的，原来躲在这破庙里。孙老大，老子改主意了，今晚要是见不到钱，就把你卖给城南的老鸨。钱被江玉白抢走了，去抓他！他身上有金钗，有古籍。哼，老子只认这戒气上的手艺。给我打！只要不打死，随便怎么教训。别打了他了！夫君，惊觉，我错了。给我绑了，带走。慢着，是惊觉，他来救我了，我就知道他不会不管我的。沈老板，您怎么到这脏地方来了？惊觉，救我！我知道错了，你带我回家好不好？孙老大，这是苏家的私债，与我无关。那是自然，沈老板已经跟他绝婚了，全金陵都知道。
这女人是共犯，明天一早必须活生生交到金陵府衙。这笔钱算是买她今晚一条狗命。明白，明白。不要，靖绝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你的妻子啊！苏婉儿，你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，就是以为别人的真心是理所应当的。沈大人到！草民等叩见沈大人。沈兄，短短3月，皇上破格赐你皇商特使之职，刺穿蟒袍。都起来吧。从今往后，江南漕运与盐铁必须按定好的份额走。谁敢在暗中哄抬物价、缺斤短两，我沈靖绝诛他9族。陈伯伯，这批陈米您先签给我，只要10天，我倒卖到城西，一定能还您2倍的本钱。嘿嘿，苏大小姐，您别叫我伯伯，我可高攀不起。现在我只求您先50两银子的货，您怎么能见死不救？我怎么不懂商道？我从小就在管家。行啊，那批米不用50两，5两碎银，那批货全归你。好，一言为定，这货我全要了。5两银子买100袋米，只要卖出去，我就有本钱东山再起。苏大小姐，钱货2记，概不退拐啊！伙计们，验货。这是什么？你骗我，这根本不能吃，把钱还给我！干什么？抢钱啊！是你自己说你懂商道的，买定离手，概不退换，这就是行规。你连验货都不会，还敢跑来学人做买卖？你这无赖！我去报官！去啊！那批货本来就是用来喂猪的，是你自己非要买。就你这脑子，还想做生意？难怪沈老板宁可休了你，也不愿再看你一眼。这就是以前那个自命清高的苏大小姐，现在连猪食都当宝贝买，真是笑死人了。没了沈老板，他就是个废物。让开！都让开！都让开！总商大人巡街。叩见总商大人。这是他的夫君，夫君，靖绝！大胆狂徒，敢冲撞总商大人！靖绝，是我是婉儿，我被他们骗了，他们欺负我不懂行规，用发霉的猪食骗走了我最后的5两银子。夫君，你帮我教训他们，把苏家商铺还给我好不好？我知道做生意的苦了，我以后再也不骂你了。严家主在。金陵城的治安越来越差了，怎么什么疯婆子都能跑到街上乱认亲戚？疯婆子，你叫我疯婆子？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。本官的妻子，只有未来的严家主一人。沈静远，你不能这么绝情！我以前是不懂事，可我真的知错了。 5两银子被骗，你就觉得活不下去了？我现在什么都没了，你连我最后5两银子都要看人抢走吗？当年为了给你筹3000两银子去填补你表哥捅的篓子，我在大雪天被盐帮的人吊在树上打断了3根肋骨。你问过我一句疼吗？你没有，你拿到钱，转头就去给他买了名贵的古琴。苏婉儿，做生意的苦，你现在连1/1000都没尝到，慢慢熬吧。不要走，靖绝，我真的知错了。来人，把这个惊扰大人巡视的疯家扔出罗马市，别脏了沈大人的眼。是。江公子，你刚才吟的那首折柳，真是字字泣血，动人心弦。小女子敬你一杯。钱小姐谬赞了，玉白半生孤苦，唯有诗词作伴。若能得一红颜知己，此生足矣。你就是江玉白！你是何人？竟敢冲撞钱小姐的雅座！来人，把他轰出去！我是何人？我呸！你个欺世盗名的无耻小人！你刚才念的那首折柳，明明是我3年前在城南破庙里写的手稿。你这穷酸胡说什么？江公子乃是江南大才子，岂会抄袭你的东西？才子？他连千字文都背不全。钱小姐，你睁大眼睛看看，
这里全是他当年花银子从我这里买诗的字据，不仅是刚才的折柳，还有去年中秋让他名声大噪的那首《江南秋望赋》，全是我代笔的。你血口喷人！掌柜的，快把这疯子赶出去！赶我！老子今天就是来告官的。沈大司中昨日已经发了悬赏，严打江南文坛舞弊之风。你花苏家的脏钱买我的诗，还敢四处招摇撞骗，跟我去见官！姓沈，难不成是沈惊觉？这根本不是巧合，这是沈惊觉在对我斩尽杀绝。好啊，你原来是个买诗的骗子，亏我还想把钱家托付给你，滚，给我打出去！小姐，你跟我解释，都是误会啊！谁？闭嘴！是我，表哥，你还敢来找我？把我的金钗还给我！把我的救命钱还给我！滚开，死疯子！苏婉儿，老子现在没空跟你废话，官府在到处抓我，你立刻去给我弄500两银子，我要连夜雇船下南洋。江玉白，你瞎了吗？我连个馒头都买不起，我去哪里给你弄500两？你活该被抓！你这种畜生就该被千刀万剐！你没钱，沈惊觉有啊，他现在可是皇上特使，他不是很爱你吗？你去求跪着他，他手指缝里露一点也够我跑路了。你江玉白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你看清楚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私写给江玉白的书信，字里含言间尽是鄙夷唾骂沈惊觉的话。若是被他瞧瞧，我便彻底完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苏婉儿，你要是不去给我弄钱，明早我就拿给沈惊觉。江玉白，你是个魔鬼，我杀了你！真是疯了！你敢动手！统统住手！围起来！真是一出好戏。严家主，江玉白涉嫌科考赌弊、雇人代笔、诈骗钱家财物。我没有，我是冤枉的。现在还要加上一条敲诈勒索，带走。今夜府尹大人连夜升堂。回府，堂下何人？还不报上名来！草民江玉白叩见青天大老爷。江玉白，你买诗诈灭、敲诈勒索，证据确凿，还不认罪？沈大人，惊觉兄弟，我是被逼的呀！是他，一切都是疯女人指使我的。你血口喷人！那些高利贷也是他自己非要借的。我一个弱不禁风的书生，吃他的喝他的，我怎么敢反抗苏家大小姐啊？你这个不要脸！大人，他撒谎，他一直在装病，他刻的血全是他验尸区的药博士都装出来的。是他用花言巧语骗走了我所有的银子，他昨晚还抢走了我最后的2只金钗。是你水性杨花，主动倒贴，是你无耻下流，狼心狗肺。这就是他口中高雅纯洁的知音，真是令人作呕。够了，来人，搜查江玉白身上证物，铁证如山。江玉白，你诈借勒索罪名成立，按大离律杖责80，流放岭南燕瘴之地，终生服苦役，即刻行刑。不要啊，大人，我身体孱弱，流放岭南我会死的呀！惊觉兄弟，沈大人，你救救我，我把表妹还给你，我以后再也不跟你抢了，求求你饶我一条狗命吧！拉下去，重打80。是。啊！我的腿，沈惊觉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！啊！表妹救我！惊觉，你听见了吗？他就是个无赖，
我也是受害者呀！我是被他蒙蔽了双眼才会那样对你的。受害者？你明知道苏家账上空了，却背着我拿核心商铺抵押借高利贷。我只是想撑个面子。我大雪封山，一步一叩首，双膝跪在冰碴里为你求来护心平安扣。你转身就挂在这个废物的脖子上，还当众骂我，这也是受了蒙蔽。苏雨儿，狗咬狗的戏码落幕了，江玉白去了岭南，现在该轮到你在金陵城慢慢偿还你欠我的债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来人，苏婉儿在公堂咆哮，藐视公堂，拖出去，掌嘴20，丢入城南乞丐营。没有本官的命令，金陵城任何商户不得卖给他1粒米。不，夫君，求求你饶了我，我不要去乞丐营，那里不是人待的。求求我，求求你，你打死我吧！这鬼天气，是要活生生冻死老子吗？别嚎了，赶紧去朱雀长街占位置。去晚了，连个铜板都抢不到了。抢什么铜板？你个疯婆子还不知道，今日可是沈大司务大娶京城严家主的好日子。沈大人娶妻，沈大人发了话，迎亲队伍沿街撒金箔子和玉粽喜糖，全城的叫花子都去讨赏了。可不是嘛，10里红妆啊！听说沈大人为了博严家主一笑，买空了江南7道所有的红绸，硬是把这漫天冰雪的朱雀街铺成了万里红妆。来了来了，迎亲的队伍来了！天哪，沈大人这也太俊朗了吧！严家主真是好福气啊！你们看那珊瑚树，足足有1人高啊！这才是真正的神仙眷侣。金爵，金爵，你看看我！滚开，臭要饭的！别把晦气沾到老子身上！如玉，夫君，外面风雪大，别冻着了。我不冷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凉？是不是喜服穿得太薄了？哪有，这喜服里里外外穿了6层呢。不行，来人，把车厢里的炭火再拨离些，绝不能冻着夫人。这本该是我的待遇啊！现在他所有的偏爱，全都明晃晃的给了别人。不要！沈清君，那是我的，你怀里的位置是我的。出将，有刺客！金爵，是我，我是你的妻子，我是苏婉儿啊！这苏婉儿说什么胡话？就是那个眼瞎的苏家大小姐。真是笑死人了！苏婉儿早就破产了，听说在乞丐营里为了办个馊包子跟野狗打架，人不人鬼不鬼的，还敢来碰瓷儿沈大人。金爵，你认出我了对不对？你救救我，我真的活不下去了。只要你肯要我，哪怕让我给严家主端茶倒水，当个洗脚鬼我也愿意。来人，在。大喜的日子，别见血。把这疯婆子拖进旁边的暗晃里，别挡了夫人回府的吉时。遵命。不，沈清君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你再看看我，你看我！起驾！夫君，刚才那人一个疯子罢了，不必理会。如玉，外面风大，我们回家。好，我们回家。
我连恨都不恨他。清泉，好甜啊！可是我的心里真的好苦啊！滚！别死在我们铺子门前！真他娘的晦气！我的玉，别冲走我的玉！什么破石头，赶紧滚！找到了，最后一块碎玉，终于找到了。只要拼好它，金爵就会原谅我。在足球上为什么拼不上？爹爹，外面的雪下的好大呀，比去年还大呢。楠楠乖，把这只赤金小手炉抱好，莫要冻坏了手。夫君，你也顾着点自己，这件白狐大氅快披上。有如玉和楠楠在侧，为父怎会觉得冷？那是我的夫君啊！现在他正用尽所有的温柔在疼爱别的孩子。我谢谢夫君，我是苏婉儿啊！疯婆子，住手！大人有令，请。清泉，你肯见我了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何时拦车？夫君，你看啊！当年在太白楼碎掉的平安扣，我一点一点从地缝里挖出来了，我找了整整5年，终于找齐了。可是我怎么也拼不好了。清泉，你帮帮我，你帮我把它拼起来好不好？拼不好了。无论我怎么努力，它还是会散开，它就是拼不起来了。清泉，我知道错了，江玉白那个畜生已经被流放病死了，我得到了报应。只要你肯帮我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这玉一定能重新拼好的，我们也能回到过去，对不对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所以呢？你带我回家好不好？我不要名分了，我当丫鬟，当烧火的粗使婆婆都行。我不想在这雪地。你疼吗？我好疼啊，清泉，我浑身上下都好疼啊，疼，每天晚上疼得睡不着。是啊，很疼。当年为了给你凑银子填补你表哥捅出的3000两亏空，我被高利贷打手吊在树上抽打，生生断了3根肋骨时，我也很疼。我给过你无数次回头的机会，是你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把我的一颗真心踩在脚底碾碎。不是的，我那时是瞎了眼。清泉，你帮帮我，只要你肯要我，它还能像以前一样的。不，我的玉，别碎，求求你别碎啊！看到了吗？碎了的东西就是碎了，永远拼不回来。夫君，我真的可以改的，求求你！爹爹，外面风好大，这婆婆哭得好吓人。楠楠别怕，爹爹马上就把挡路的脏东西清走。听到了吗？我女儿害怕了。清泉，不要放下我！如玉，外头冷，把大氅披紧些。走吧。遵命，开刀！清泉，别走，带我回家。金爵，这琴音好听吗？表哥真乃绝世才子，一块破石头而已，他喜欢戴就戴着吧。晾他几天，他自己就会乖乖捧着银子来求我原谅。他除了我苏家，还有哪条活路可走？如果有重来一次的机会，如果那天在太白楼，我没有那样无情的折辱他；
如果我肯回头看一眼那个满身伤痕的男人，那此刻坐在那辆豪华马车里，被他拥入怀中嘘寒问暖的女人，是不是就是我苏婉儿了？夫君，婉儿知错了，真的知错了。夫君，外面风停了，喝口热茶暖暖身子。回家吧，厨房里温着你最爱喝的鸡汤。刚才那人死在雪地里了，官府那边要不要打个招呼？不必，这雪下得真够大的。金陵城每天冻死的乞丐那么多，不差他一个。你真的一点都不在意了？毕竟，你曾经为他……如玉，我说过，从我砸碎平安扣那一刻起，恩断义绝。他落得这个下场，也算是咎由自取。只是那江玉白3年前就在岭南的采石场染了瘴气，浑身长满脓疮，被监工活活打死了。你一直派人盯着他，欠我的债，哪怕逃到天涯海角，也得还。夫君真是个记仇的人。商人重利更重债，苏家的债轻了，但金陵城里欠我债的可不止他们一家。你是说江南商会那几个老狐狸？当年我被人掐断资金，去求他们借款周转，他们不仅不借，还落井下石，联合起来压我的货架。所以这场大雪是我给他们准备的坟墓。大人、夫人到府了。恭迎老爷、夫人回府。来人，带小姐下去喝姜汤，早点歇息。老爷、夫人，奴婢告退。赵铁，属下在。那边有动静了吗？回东家，正如你所料，这场大雪封城已经半个月了，大运河结冰，漕运断绝，金陵城内物资奇缺，尤其是木炭和粮食。价格翻了多少倍？市面上的粮价已经翻了10倍，木炭翻了20倍，而且有价无市。城里那几家商行撑不住了吧？呵呵，夫人英明，钱家、李家、王家这3大商行的粮仓和炭库早就空了。他们之前为了打压咱们，把现银全砸在丝绸和古玩上了。现在大雪封城，那些东西一文不值，根本换不到粮食。他们现在人在哪儿？回东家，钱老爷、李老爷、王老爷带着金陵城12家商行的掌柜，已经在咱们大司民府的偏门外跪了2个时辰了。哦，下这么大的雪，他们这把老骨头受得了吗？冻得直打哆嗦呢，好几个掌柜都已经晕过去了。属下按照您的吩咐，连个火盆都没给他们生。让他们进来，带到正厅。遵命。夫君，你这是打算收网了？网早就收了，今晚是算总账的时候。沈大人，沈爷爷啊，求您发发慈悲吧！草民叩见大司宁。连眼皮都未曾洗。诸位掌柜，深夜冒雪来访，有何贵干？沈大人，金陵城绝粮了，大雪封路，外面的粮食进不来，城里的存粮耗尽，再这么下去就要饿死人了。是啊，大人，草民听说，整个金陵城只有您大司盟府的12个隐秘地窖里囤积了100万担的陈粮和10万斤的银丝炭。沈大人，草民愿意出高价，出30倍的价格，求您卖给我们一点粮食和木炭吧。草民家里80岁的老母快冻死了。30倍的价格？不，50倍，50倍也行。钱老爷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沈惊觉缺你那点银子？大人富可敌国，自然是不缺的，但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！
救人一命。曾经苏婉儿抽空了苏家的账本，逼我去借高利贷。那晚也下着大雪，我亲自登门去了你前府，想借3000两银子周转。你还记得你当时是怎么说的吗？草民，我替你说。你说，沈京氏，你一个吃软饭的赘婿，也配来我钱家借钱？我钱家的银子就是扔进秦淮河里听个笑，也不借给你这种狗屁膏药。大人，草民当年是瞎了眼啊！李掌柜，草民在。4年前，我江南7道的丝绸被人暗中扣押，我查出是你李家搞的鬼，我拿着双倍的利润去求你高抬贵手，放我一条生路。你当时怎么做的？草民该死！草民该死！你不仅没有放行，还把我带来的货物全部推进了江里。王老爷，3年前，你联合盐帮断了我的盐路，害得我手下10几个兄弟差点饿死。孙掌柜，2年前，你趁火打劫，低价抢购了我3间旺铺。赵掌柜，你花钱雇人半路截杀我的运粮船。你们刚才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当年我走投无路，被你们踩在脚底践踏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提这句话？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草民不是人，草民是畜生，求大人看在全城百姓的份上，开仓放粮吧！拿全城百姓来压我。赵铁，属下在。传我手谕，大司民府即刻在城东、城南、城西、城北开设48个粥棚，全城百姓不论男女老幼，皆可免费领粥领炭。遵命。大人仁义，大人活菩萨。别急着谢，我的粥棚只对平民百姓开放。至于你们，大人，那我们，你们这12家商行，从老爷到掌柜，再到家丁仆役，只要敢靠近我的粥棚半步，打断双腿，扔出金陵城。大人，你这是要赶尽杀绝啊！是大人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你网开一面吧！你要多少钱我们都给。你们不是喜欢囤积居奇、落井下石吗？现在，你们就守着你们那些一文不值的丝绸和古董，过一辈子吧。沈清泉，你太毒了！大胆！拖出去。是，大人，我们愿意捐出所有家产，只求大人给口饭吃，求大人饶命啊！从今往后，江南商界只有我沈惊觉一个人的规矩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把他们全部扔出去，谁敢在府门外逗留，杀无赦。夫君，这下金陵城是真的干净了。是啊，干净了。踩死几只臭虫，换来万民归心。夫君这步棋走得极妙。我从来不在乎什么万民归心，我只在乎我失去的东西要1000倍100倍的拿回来。如玉，怎么了，夫君？这场雪停了之后，江南商会该重新洗牌了。夫君想怎么洗？把那12家商行的铺面全部低价盘过来，换上我们的人。这可是块大肥肉。肥肉自然要吃到自己肚子里。明天，你以严家主的名义去京城走一趟。江南的盘子已经稳了，是时候把手伸向北边了。夫君的胃口真是越来越大了。天下第一商，可不能只局限在江南这一隅之地。我要让这大黎王朝的每一寸土地都流通我沈家的商船。我要让这天下所有的权贵都看我沈惊觉的脸色行事。如玉，你愿意陪我吗？妾身誓死追随夫君。今夜咱们就不醉不归。来人，上酒！这杯酒敬给曾经那个卑微愚蠢、死在江底的沈惊觉的。恩怨已了，前尘皆散。这天下终究是换了主人。